如果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技术指标当中只留下一个作为我的美股市场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移动平均线。大家好，我是 Harr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你相信美股市场是有命数的吗？为什么有时候呢，你看着指标金叉买进，却像中了邪一样的立马被套？而有时候呢，某些股票就像是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托举着，沿着一条线涨了整整1年。无论外面的新闻怎么吓唬，它就是不跌。有人说这个是算法，但是在我看来呢，这个是势。今天呢，我不只教你画线，我要带你揭开一个被华尔街列为重要参考，却鲜少有人能够真正的讲懂的格兰币8大法则。我会把这套看似枯燥的理论拆解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战心法。哪怕你现在正在亏损的泥潭当中挣扎只要听懂了今天关于长期趋势的底层逻辑，你就能够找到那个让资产快速增长的开关。很多人都知道艾迪·塞克坦，这位被写进金融怪杰的传奇交易员，最初只用了5000美元的本金通过系统化的移动平均线趋势交易，赚了1500万美元，实现了2500倍的收益。还有瑞典的交易大神克里斯汀·库德马基，同样从5000美元起步，8年赚了3.6亿的美金。这些顶级的交易员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如果你去研究他们的心法，你会发现他们从不试图战胜市场，而是极度的顺从市场。移动平均线本质上不仅仅是价格的平均线，在心理学的视角下，它是市场过去一段时间所有参与者的平均持仓的成本，也就是市场的共同业力。当这个价格站上均线，意味着大部分人都在赚钱，人心思涨，这个时候就是顺势。当价格跌破了均线，意味着大多数人是被套的，人心惶惶，这个就是逆势。那么说到均线呢，就必须要提到一个祖师爷级别的人物，就是约瑟夫·格兰币。上世纪60年代呢，他提出了著名的格兰币8大买卖法则。很多新手朋友可能听过这个名字但一看教科书上密密麻麻的解释就晕了，觉得这个是老掉牙的理论。大错特错，这8条法则呢，其实是描述价格与趋势之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8种关系。而我们要观察的均线就是200日均线。你可以把200日均线呢想象成地球的地心引力，而股价呢就是一只风筝。风筝不能离地面太近，也不能离地面太远，它始终呢受这个引力的牵制。格兰币法则讲的就是这只风筝在飞翔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8个转折点。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把这8条法则呢重新归纳为4买4卖，并融入这个投资心理学的解读。首先说一下4买，顺势与抄底。法则1，突破买点。现象就是均线从下降逐渐的走平，或者是略微的向上，股价从下向上强力的突破均线。从心理学的角度，这可能是漫长的熊市的结束，新的势头正在形成，空头力竭，多头出现。法则2，支撑买点。现象就是股价下跌，但还没有碰到均线就止跌回升。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市场极度的强势，买盘太急切了，根本就不给空头砸盘的机会，这个是主升浪当中最常见的形态。法则3，回调买点。均线持续向上，股价短暂的跌破均线，但很快又站了回来，这是上涨途中的洗盘，主力制造恐慌，把不坚定的筹码洗出去，这个是最安全的上车机会。法则4，暴跌抢反弹。均线向下，但是呢股价暴跌，离均线非常的远，乖离率极高，这个时候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超跌反弹。就像这个蛋黄被压到了极致，必然会反弹，但这个属于逆天而行，新手慎用。接下来呢，我们再说4卖，逃顶与止损。法则5，大楼将倾，跌破卖点。现象就是均线走平或者是向下，股价从上向下跌破均线。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是市场牛市终结的信号，大部分人的成本开始亏损，恐慌盘即将涌出。法则6，弹跳无力，反弹卖点。这个时候呢，均线向下，股价反弹突破均线，但很快又跌回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逃命波。很多人呢以为调整结束了，进去抄底，结果被主力摁在地上摩擦。法则7，强弩之末，阻力卖点。这个时候股价反弹，还没有碰到均线就掉头向下，
从市场心理来看啊，多头信心彻底的崩溃，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接盘，是阴跌的开始。法则8，乐极生悲，暴涨卖点。这时的现象呢，是股价疯狂的上涨，远离均线。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所有人都赚钱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贪婪到了极致，就是崩盘的前夜。听懂了法则怎么用呢？我不建议大家去死记硬背这8条啊，我把它浓缩成一套3步法。我们要用的工具呢，很简单，200日移动平均线。第一步，观天象，辨别趋势的方向。我们只需要打开 K 线图，只看200日均线的斜率，判断是均线向上等于阳气上升，只做多；均线向下等于阴气沉降，只做空或者是空仓。均线走平的时候呢，可能是混沌的状态，观望即可。200日线呢是美股的生命线，生命不断，运势不衰。永远不要在势头向下的时候，妄图凭一己之力托起股价。第二步，测乖离，感知人心冷暖。这个时候的动作是观察股价离200日均线有多远，价格离均线太远啊，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都要警惕。投资心理学告诉我们啊，极度的贪婪后，紧接的就是极度的恐慌。当股价像火箭一样的冲离均线，那就是阳极生阴的前兆。此刻呢，一定要戒贪。当这个股价暴跌远离均线，是阴极生阳，此刻呢要戒掉恐慌。第三步，定确认，等待天人合一，寻找格兰碧法则2或者是法则3的位置。只有当这个价格回踩均线并成功的获得支撑，才是扣动扳机的时刻。不要去预测底在哪里，要等待市场告诉你底在哪里。我们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做那个看到螃蟹没有毒之后果断进场的人。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案例。案例1，英伟达，这是法则2支撑买入的一个案例。大家可以看到200日均线向上，这是第一步。股价在这个位置呢，来到了200日均线的附近，并且获得了支撑。而且呢，从这个图啊可以看到，英伟达产生了多次的回调后支撑的入场时机，也有一点倒车接人的意思啊。如果你在这个位置果断的买入，就能够获得不错的利率。当然啊，也非常适合做波段的朋友。第二个案例呢，依然是英伟达的。这个案例是法则3回调买点。原本 K 线呢一直在均线下方前进，但在这个地方啊，强力的突破了20日均线，并且呢，20日均线逐渐的向上。这个突破啊，把原本压制股价的阴霾直接冲走，头也不回的走出了一段长长的上涨行情。这2大法则呢，是非常适合普通股民找买入点的方式，建议大家一定要记住。那说完买入点呢，我们还要说一下避坑的图形。反面教材，大家看一下 PYPL 的案例，股价在这个位置呢，一头跌破了20日均线，这个就是法则5跌破卖点，趋势断裂。虽然后面呢有尝试突破，法则7啊阻力卖点，但是呢反弹碰到了20日线的时候呢，就遇到了阻力被打下来。这个时候，如果你讲基本面去死扛，那就是和大势作对，结果呢就是资产夭折再夭折。好，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呢，我们把那个看似高深莫测的格兰碧8大法则拆解成了大家都能够听懂的语言。它在华尔街呢用了半个世纪依然有效，不是因为图表有魔力啊，而是因为它刻画了人性的贪婪和恐惧。200日均线向上是天时已到，我们要做的就是顺势而为，在回踩的时候上车。200日均线向下是天时已去，我们要做的就是不立危墙之下空仓等待即可。交易到最后啊，修的其实不是技术，而是人心。你要学会像古人说的那样，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在趋势不明确的时候，如止水般耐心的等待；在趋势确认的那一刻，如雷霆般果断的出击。最后呢，还有一个彩蛋，如果你看到这里啊，非常棒。如果你在评论区打个8字，我会再发你一份独门秘籍。当然啊，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你的支持是我持续输出干货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